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花百科的花花。今天我来教大家如何给月季浇水，还有配土。月季的浇水问题呢，基本奔着一个原则，就是不干不浇。我们浇之前可以把它掂起来，感受一下。如果这个土和盆儿感觉是比较沉的，那就不需要浇水。如果掂起来非常非常轻，那我们就需要给它浇水了。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把手指戳进土里3到5厘米，如果指尖感觉这个土壤是湿湿漉漉的，像现在这种状态，指尖是非常湿的，那它就不需要浇水。如果指尖是非常干燥的那种，土都沾不上的那种状态那就需要给它浇水了。那给月季浇水一定要浇透，浇到它盆底流水为止。而且在冬天的时候，一般来说月季的枝叶会落光，那个时候的月季就不需要浇太多水，因为温度在0度以下，月季基本就不会生长了，基本就处于休眠的状态。那个时候如果再给它浇水，非常容易把它冻死，所以冬天的月季就基本不大需要浇水了。如果是盆栽特别干的情况下，你可以挑好的天气，温度比较高的天气，给它沿着盆沿给少浇一点。但一般情况下，冬天就是地栽的，就不需要给它浇水，额外给它浇水了。像盆栽的话，因为它太小了，根系就这么大，然后土壤就这么多，所以盆栽的月季我们要特别上心，尤其夏天的时候，我要给它勤浇水，防止它因为缺水干枯。和月季的浇水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配土的问题。建议可以用轻一点的一个土壤，比如说可以用泥炭土配点椰糠再加上点珍珠岩按照2:1:1的这个比例去配。如果家里没有这个珍珠岩，还可以用这个树皮。如果实在不想买这些基质呢，还可以对原土配点这个松针土，再配点棉渣，3:2:2这种比例。像我刚刚拿到的这个也可以用作月季，它里边有泥炭椰糠呀，还有这个珍珠岩呀，这种颗粒是比较适合这个月季的。反正总体来说就是透气性好，沥水性好，而且还有肥力。我们在给月季上盆的时候，还可以在土里掺一些缓释肥的颗粒，或者盆底放一些这个腐熟的鸡粪肥、羊粪肥，保证这个土壤沥水透气的同时，又能保证这个肥力，是非常好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关于月季浇水和配土的问题先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